以色列跟伊朗不是发生一个武力冲突？伊朗发射多少导弹攻击以色列？591枚。如果他现在有3000枚，你说以色列一定是坐立难安。在1970几年，伊朗发生伊斯兰革命的之前，中东地区2个最好的国家就是以色列跟伊朗。自从革命以后就不一样，那伊朗就支持了很多的阿拉伯人起来对抗以色列。那这个跟以色列仇就越结越大。那有一段时间，伊朗企图发展核子武器，所以搞了核电厂，以色列要去炸他的核电厂，那仇恨越结就越深。接下来我们要来看到的是以伊难道又要开战了吗？这回以色列联手川普，会不会以色列先来做开火呢？中国大陆帮助伊朗，则是另外一方面传出年产能达到了3000枚的飞弹，让以色列非常的紧张，担心自己的铁穹末日来临了吗？今天就这些议题会一起的来做关心。这是来自于美国媒体特别做的最新披露，他们说了，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正在准备，接下来要跟川普讨论了是否再度的对伊朗来开火。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以色列掌握到的情资说，伊朗的弹道飞弹年产量可能一口气攀升到3000枚左右。这一回可以说是吓坏了以色列。之所以这么紧张，就是因为大家还记得吗？在节目上我们聊过，在今年的6月份的时候，当时不是发生了这一场以伊12日战争吗？被称为是矛与盾的对决。伊朗当时发动了这一场饱和的攻击，出动它的包括了飞弹跟无人机，打爆了以色列的铁穹。现在以色列担心了，如果它真的能够做到年产能达到3000枚的这个弹道飞弹的话，是否就像是悬在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铁穹可能再度的被打爆？所以以色列这一回他就想说，那干脆我先动手吧。节目一开始要特别请教委员怎么看了？以色列他说的伊朗可以年产量3000枚的飞弹是真实军情，还是一种可以对他做这种军事动作扑火的政治借口呢？如果他真的是如媒体报道可以达到3000枚的话，产量，那是否以色列还守得住吗？委员怎么看？上次以色列跟伊朗不是发生一个武力冲突，然后伊朗发射多少导弹攻击以色列？591枚。就如果他现在有3000枚，对，你说以色列一定是坐立难安。对，那对于这2个国家的矛盾实在是很值得探讨。怎么说呢？在巴勒维王朝时代，就是在1970几年，这个伊朗发生伊斯兰革命的之前，中东地区2个最好的国家就是以色列跟伊朗。尽管以色列打了什么6次中东战争啦，伊朗都没有参加，而且伊朗还支持以色列，他们好得不得了。那什么时候翻脸成仇啦？是伊斯兰革命。伊斯兰革命这个对于他们这些新的伊斯兰教掌权的人建立一个宗教国家，他们认为以色列是美国的代理人，就是为了要来消灭伊斯兰国家。那在以前伊朗的认知是，我是伊朗人，我不是阿拉伯人，阿拉伯人他跟以色列怎么打跟我无关，而且他们还认为我们是伊斯兰人跟伊斯兰教跟以色列犹太教我们同源。所以有这么一个认知，它基本上平和。自从革命以后就不一样，那伊朗就支持了很多的阿拉伯人起来对抗以色列，那这个跟以色列仇就越结越大。那有一段时间，伊朗企图发展核子武器，所以搞了核电厂，以色列要去炸他的核电厂，那仇恨越结就越深，越结越深。可是，在巴勒维时代巴勒维伊朗的军队国防军是以色列帮忙训练出来的。所以现在伊朗的伊斯兰政权对伊朗的国防军是很不放心的。他现在的导弹全部是革命卫队在控制的，跟伊朗国防军是没有关系的。包括无人机，包括导弹都是。但偏偏这个革命卫队又是全世界最大的贪腐集团。然后所以形成一种很特殊的经济政治武力的一个软体。现在他号称有3000枚，有没有那么多我不晓得。那但是它恢复到500枚以上没有问题没有。那对伊朗的生产能力以色列就可能会采取行动，采取行动一定要美国同意
美国会不会同意啊？当然会同意啊，对啊。如果你有能力把它铲除一样啊，美国为什么不同意呢？搞不好美国还帮你守啊，提供适当的炸弹等等。所以这个伊朗跟以色列的这个以伊战争这个是随时可能发生的。它就像一个永远治不好的香港脚啊，就偶尔打一下，偶尔抓一下，偶尔抓一下。那你说会不会爆发大型战争？又不会。所以都是空战。那所以以色列要准备被伊朗的导弹揍一顿啊，伊朗也要准备被以色列的空军揍一顿。因为空军携带的炸弹毕竟是比你导弹还要厉害。为什么？因为它爆炸量比较大。那你的导弹呢，因为打太远了，所以你的爆炸量是有限的所以你要靠很多导弹才有办法达到那个效果。可是你没有防空能力，等到以色列的空军来载那个炸弹又便宜，随便他丢，对不对所以这个问题没有人能够解决啦而且中国、俄罗斯也帮不上伊朗的忙伊朗又内部又是一个很投机的，以前中国帮他忙还被他咬一口，什么事都发生过了，所以他只能是自力救济吧。好，以伊战事现在看起来仍然是一触即发。那这当中除了这个以色列担心的部分，就是它飞弹的发展，他们还怀疑是不是背后有人在协助伊朗，那就是中国大陆。他们现在把矛头指向中国大陆。他说呢，这个中国大陆协助伊朗造这个飞弹之外，还有提供卖给他武器。第一个有2个证据，美国的媒体说的。第一个，美国说呢，他的11月份美军的特战小组当时在印度洋的时候，直接登上了一艘是中国大陆的船舶，扣押了军民两用的关键物资，所以他们就是要打死伊朗的军火重建。第二件事情是9月底的时候，美国国会爆料，中国多次的向伊朗运送它的飞弹推进剂关键原料，这个叫做高氯酸钠。好，这个是在飞弹上面协助伊朗。另一方面，他们也说呢，这个中国大陆还有卖跟这个伊朗呢协助他武器的部件，包括给他红旗9B 的防空系统，还有歼10C 跟歼20等的装备都有可能会给伊朗。那主要就是用石油来做交换。杨老师又怎么看？全世界现在只有美国在制裁伊朗别的国家没有在制裁伊朗因为伊朗自从在奥巴马时期跟西方包含俄罗斯、中国大陆签署了核协定之后呢，其实所有的国家都解除对他的制裁了。后来川普一上来之后，又退出这个核协定，可是欧盟、中国都没有退出那但是川普一的时候呢，就针对他们自己的国内法常备管辖，说华为的孟晚舟在香港的企业有跟伊朗做生意，中间有夹有美国技术的这些零组件卖给伊朗，因此呢，就要求加拿大软禁他1000多天。这个是你美国在制裁伊朗，你美国去打伊朗的所谓的核设施，也没有明确的这个证据。然后美国的政府的情报单位自己显示，其实根本没什么效果。也就是说，伊朗的核计划现在虽然近期有受到 IAEA 就国际原子能总署的一些指控，可是并没有明确的证据指出它在发展核武器。它最多其实是在浓缩铀的层面，而且是在这过程当中很清楚嘛。那是因为跟以色列跟美国之间的这种战争，然后呢，飞弹整个过程当中，它的一种自保、一种战略。但是很明确，它目前没有核武器，没有别的国家，也没有联合国下令制裁伊朗。为什么我们不能跟伊朗做生意？当然，你说军民两用的东西，这里面是要管制，但是它这个所谓的高氯酸钠，它是做火药，但是也可以做飞弹。这一层面，你美国要去拦阻，依照你自己美国的法律，你就牵扯到就是你跟这些。比如说跟中国大陆在这个问题上就产生冲突，但中国大陆它也没有内部的法律可以去禁止中国大陆自己的民间企业去接伊朗的这个商业的订单呢？那只要通过它大陆出口的军民管制的这些措施，那都是合法的。所以美国自己常备管辖在做这个东西，然后呢拿这个东西来去指控别的国家，好像在帮助邪恶轴心。其实只有美国自己在联合国通过一个决议，大会通过一个决议，153个国家支持，6个国家放弃，包含以色列。什么决议
要求要保护在加沙地区的联合国的救难人员，结果只有美国反对。是美国站在全世界在加沙问题上的另外一边呢，是美国在帮助以色列去轰炸伊朗。如果从这个角度，美国自己违反就是联合国的宪章，用武力攻击别的国家耶，你没有办法证明他有核武，那现在别的国家跟他做正常的贸易关系，你来去阻止，所以这个东西啊，我们在舆论上一定要很清楚的了解。美国当然可以说了，伊朗想要去发展核武，所以呢，别的国家你现在有点在帮助他啊，你透过民间。那因此我要拦阻你，可以啊，你就这么做，但是呢，你就变成是跟别的国家站在对立面，因为到目前为止没有证明他有发展核武，而且事实上他也没有核武。对。那别的国家到现在为止，包含联合国，也都说他没有。对。所以我觉得美国真的是在自圆其说，他自己的常备管辖。确实哦，所以现在伊朗在美国跟以色列的这个威胁之下，它持续的加强它的空防，补齐它的战力。那刚刚提到了嘛，除了跟中国大陆买它的红旗9B 之外，另外2个还是在评估当中的，就是它的歼10C跟歼20了。这一整套我们刚刚提到的3款武器，过去更是在这个印巴空战中击败过这个法国的标风战机。所以如果伊朗真的能够完成这些武器相关的部署，当然也要看中国大陆愿不愿意买啦。那以色列还会有优势吗？吕舰长又怎么看？当我们每一次都用显微镜甚至电子显微镜在看伊朗的时候，我们是用什么样的角度来观察以色列呢？我们都用望远镜啊，也就是看不清楚也没什么关系。每一次出现这个问题的时候，是不是都是当中东已经获得一定的和平，以色列应该要恢复到正常内阁要重新改选的时候，纳坦雅胡这时候就来了。但是呢，我相信现在对于川普来讲，他一定是很困扰的。为什么？因为如果我们看到他刚刚发布的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的时候，他特别有讲到中东这一个部分了。其实中东的部分，他们是要撮合那个大家来扩大这个亚伯拉罕的这个协议。同样也是军事上面的消息，我们要来关心的是，伊朗现在要接收这个歼10吗？并且还会搭配到中国大陆它的霹雳15，这个威胁之大，现在美国跟以色列都非常的紧张跳脚，而且说了要切断金援。我们今天一起来看，伊朗的空军现在是不是真的要脱胎换骨了？因为现在来自于中国大陆的国防部正式的做表态了，他们说呢，愿向友好国家来供应歼10战机。那么来自于伊朗媒体这边也爆料说，目前确实德黑兰跟北京正在交流洽谈当中，有机会可以引进达到40架的歼10，而且重点是还有 AESA 有源相阵雷达。再搭配霹雳15这个远程的空对空导弹这一种高规格的版本，这代表什么？代表说伊朗先前都是用一些老旧的，不管是遏制的米格或者苏凯来凑数，现在直接晋升为可以跟以色列对抗的这种准第5代的战力了。专家就预估说，如果说伊朗真的完成了来自于这些中国大陆武器的部署，就可能改变整个中东的制空权，真的是这样吗？我们等一下请将军们也一起的来做解读。那现在呢，美国智库也很紧张。所以美国智库就喊了说，应该要赶快做的动作，包括呼吁说，中国跟伊朗的军事经济链要赶快把它切断，并且放话要封杀中国买伊朗的石油，因为伊朗的石油真的对于伊朗来说是非常的重要的。中国买伊朗的石油、原油的这个成数大概达到90%哦。那么伊朗它军事预算当中有一半其实都是来自于石油跟天然气的收益，它才能去发展它的现代化军事武器。所以节目一开始赶快请教张将军怎么看这一次的歼10搭配刚刚讲的嘛，这个雷达跟霹雳15到底有多大的战力？美国智库是真的感到害怕了吗？那接下来美国说要对中国制裁，中国大陆会不会缩手呢？张将军怎么看？我认为伊朗要去克服的，我认为还有3个关键的因素，他要去解决。第一个，他买的40架这个歼10数量对伊朗来说是太少了。你40辆就1个连队而已啊，就1个连队，这1个连队里面只有2个中队，1个中队20架，2个中队40架。伊朗那么大，164万多平方公里，结果你在40架歼10，你可能说聊胜于无啦，但是我认为你自己散出去你就知道，你要分散部署吗？你40架已经不要分散部署了，你就分2个好了，一个基地20架，你也只能这个样啊，你不可能5架，那怎么维护啊？
所以它没有办法，没有分散部署的问题，它数量太少，伊朗太穷了，国土面积太大了，40架一撒下去根本没有，有根本那只能讲聊胜于无。我讲的数量问题。第二件事情，训练问题，它能不能训练？你这个训练出来成军的话，真的有作战力啊。一个我们讲的一个飞行员，从基本飞行到高级飞行、喷射机，然后再到歼十 C， 真正完成战斗之后，变成一个组合训练，没有3年5年下不来。你飞机还没拿到嘞，你现在是不是要做这个训练？所以这个是5年后的事情。5年后的空权发展是怎么样？都日新月异 ，AI 都出来了，现在都是1架歼击机出去外面带3架，最多可以带6架无人机做中程僚机，现在已经朝这个方面去搭配哎。伊朗还没有。另外一个不要忘了，它只是一个战斗机飞行完训了。那现在不要忘了，伊朗没有空中预警机，没有空中预警，你战斗机上来的时候谁来管？地面管制站，地面雷达管制，你雷达管制那还是传统。那现在已经变成系统化、组合化的作战，伊朗在这方面根本跟不住。问题出在这个地方，你看看这个方方面面，伊朗有没有准备？根本没有准备。另外，现在以色列针对伊朗，摩萨德会针对伊朗做情报收集。这些歼十 C 它的电磁频谱、雷达参数、电站参数是什么？这个摩萨德在收集，所以将来打仗打空战，将来打仗的时候啊，打电站那就出来了。为什么？以色列在搞这些。因为我们来看，伊朗不可能成立一个攻势空军，它一定是守势空军，因为它要跨到打1000公里外的以色列去轰炸吗？难度增减，难度不会。那你只能没有空中加油机，那你也只能在本土空防做一个守势空军。那守势空军能够对以色列产生多大的威胁？没有，你守势空军啊，只有以色列来这边轰炸，来这边作战啊，你更没办法。而且知道以色列他这一次去炸这个伊朗是通过叙利亚，叙利亚现在是沙姆解放组织控制，他对以色列是采取一个不对抗主义。你的以色列空军过来了，他目移目送，炸完了从伊朗回来了，回到以色列，他是目移目送。是这样子，叙利亚没有空防，他对以色列通过他的领空去轰炸伊朗，他不做任何拦截。你想想看，那这样子的话，那伊朗的空防威胁是更大。所以我们方方面面来看呢，那关键就在那以色列还会发展弹道飞弹，那这样的话对伊朗的那个放歼十 C 的那个机库、机堡、地下防置做轰炸，所以将来伊朗在这个空权上面、制空权上面能拿回多少？我认为并不乐观。好，同样的问题，将军又怎么看？但是最起码伊朗先踏出第一步了。这个所有战力建立一定是从0开始慢慢往上增长。那你永远不踏出这一步来讲的话，你永远空防是0哈。所以我觉得伊朗来讲，40架确实要建立整个国家的空防体系来讲的话，确实是不足以。可是代表说伊朗开始感受到制空权的重要，他开始愿意踏出这一步。那第二个含义来讲的话，他如果说是中国大陆愿意将这款战机卖给他的话，也是代表外交上、军事合作上一个突破哈。那第三个，我觉得中国大陆会卖，为什么呢？因为这时候中国大陆一直很想借这个机会，它的影响力深入到中东地区去。那大家看，如果说是中东下面就是所谓的波斯湾嘛。那上面来讲的话，隔着里海就到俄罗斯，然后接着过去。如果说从陆路过去的话，就是土耳其。其实伊朗在这个地方来讲，有它一个这个战略的一个地理上的一个地缘战略的重要性。那中国大陆当然很想对这个地方势力希望能够影响到这个地方。那以往来讲，因为伊朗来讲它的角色它摇摆不定。我觉得这次很明显的，美国轰炸伊朗以后，可能让伊朗下定决心要向中国来靠拢，愿意让中国影响力进来。那这个40架战机是第一步所以我觉得这只是开始，代表后续的含义。你要看中国影响力就可以进入到伊朗嘛。那伊朗来讲，他开始感受到这个制空权的重要。那第二个我要讲了，40架虽然没有办法全面空优，可是你知不知道它可以局部空优？所以我们作战来讲的话，就是说我没有办法全面赢你，可是我只要在关键节点上面，我保护我自己重要设施，我就好了。比如说，我讲40架战机，它可以部署在哪里？它比如说核设施的位置，它部署在这个地方我别的地方让你炸，但是核设施位置，如果说你要进来的话，那试问一下，如果说真的部署了这40架战机在这次它的核设施
附近来讲的话，那 B2 轰炸机还有没有能力这样大拉拉如入无人之境对它实施轰炸？这就是局部空优，或者保护这个地方。那第二个来讲，它这个搭配霹雳15，那上次这个印巴冲突的时候，我们看到霹雳15射程是180公里之外将敌机击落。那事实上，搞不好更远200公里都有可能。这个数据我们不知道哈，但是最起码可以肯定的是180公里。那你知道以色列来攻击它的话，以色列用的都是战机哦，就 F-15、F-16或甚至于 F-35，它有一个短板，就是它到伊朗去轰炸完以后，不管来之前或回去之后，中间一定都要有空中加油。那如果说是歼10，它专打你的预警机或者专打你这些加油机，那你以色列战机你回去的时候，如果没有奶妈帮你加油的话，你威胁就会加重你要对伊朗空中这个轰炸的一种困难度就会提高。如果有这种飞机来讲，他就担心，那我要不要提高我自己的加油机的安全的维护，就会增加它的难度。第三个，它可以部署在哪里？我觉得荷姆兹海峡，大家去看看荷姆兹海峡，这个对面就是什么地方？旁边就是美国的巴黎就所谓这个中央司令部的位置，以及也是它第5舰队司令部的位置。那如果这群战机摆在这个波斯湾的对面，摆在巴林对面来讲，我想对美国来讲还是有这个如鲠在喉的那种感觉，因为一架飞机一直对着你，虽然说我可以将它击落，可是对我来讲永远就是一个威胁。所以40架战机不见得能够帮助他打胜仗，但是确实是可以增加美国或以色列要对他攻击的一个困难度，会提升很多。好，至少这个伊朗开始做了买了40架的这个歼10。那么重点是刚刚将军也帮我们提到了嘛，它其实可以局部的保护自己这个空优，尤其在核设施上面。所以现在呢，看到以色列就非常的紧张。以色列最近又有动作了我们就来看到说，以色列的国防部长这边喊话了，说接下来只要感受到任何的威胁，就会直接的打击伊朗。尤其这个时候，欧美情报又爆料了，伊朗早就已经把它的这个高浓缩铀转移到安全的地点，核计划最多呢，你也只能再延后个几个月而已哦。所以上次美以的攻击确实搞不好就是真的没有打到痛点。到底怎么一回事？杨老师又怎么看？据传是伊朗要买40架歼10C，但其实9年之前伊朗曾经一度要考虑买100架歼10C，但是自己内部决定不买中国大陆解放军的歼10C，而想要去买法国的标风。那结果呢，受到法国跟欧洲这边的禁运所以呢两头落空。所以他们都在想，如果9年前他买了100架歼10C的话，现在这个情况说不定搞不好是今年4月的时候印巴战争的重演了，这也不一定。那你现在买40架够不够？刚才张将军讲得很清楚，所以俄罗斯的专家已经说，40架不够，要买400架。那当然有没有钱是另外一回事。那同时你买歼10C跟霹雳15这个导弹也不够，你要买这个空警500，还要买这个红旗9。要才能形成一个整个资讯链的这个防御，而且就是针对关键的未来核武设施。因此，伊朗如果决定要继续发展核武的话，它就一定要再继续的掌握弹道飞弹以及部分的，就是防卫性的制空权，它一定要这么做，不然拒马会完全的重演。那但是以色列当然就知道在你达成建军，然后呢进一步的制造核武器之前，它就会不断的轰炸。那问题是你能够不断的轰炸吗？因为以色列在那个12天战争当中遭受到伊朗的弹道攻击，也是全国的受创很深呐。因此，他还能够再重演这样的一个剧码，美国还会再帮他用 B2 去炸伊朗的任何的地方吗？所以这个都我觉得可行性不至于完全的重演。可是呢，这2个国家现在就不断的就是觉得自己本身的安全受到威胁。伊朗没有别的路好走，除非你愿意革命，然后完全的跟西方和解，否则的话，你就一定要建构你自己本身的防卫性军事的能力弹道飞弹部分的这个制空权，那歼10C经过政验，然后呢9年前已经要准备买，跟中国大陆关系也有这个原油的关系，那
也有这样大陆愿意出售，就是这个可能性。我觉得可能性其实是存在，但需要一步一步来。只是过程当中如何去避免以色列持续的轰炸，而使得你的一切到后来完全落空，这是可能必须要考量的。接下来我们要来关心到的就是中东的情势了。今天要来特别关心的是，美国是否真的靠不住呢？纵容以色列的下场，现在阿拉伯国家我们要来看到哦，正式的崛起的这个叫做北约崛起，阿拉伯北约的正式崛起，那么联手伊朗会在政治上来彻底做一个大转向吗？今天我们会来关心。首先，今天节目开始的3个火线话题，等一下请来宾来帮我们特别做解答的。第一个，川普的纵容之下，是不是针对以色列呢？我们看到中东现在大翻盘了，美国跟以色列过去一直苦心在经营的反伊同盟，现在竟然变成了什么？反以色列的联盟，再来就是看到了刚刚登场，在昨天晚上的这一场阿拉伯峰会，真的是丢下了一个震撼弹，因为在这个场上，大家发现了阿拉伯北约成型，接下来是否也会形成这个阿拉伯北约军事同盟呢？据传伊朗甚至也可能会加入。最后我们会来关心阿拉伯北约这当中成军的话，包括了会有1000万的大军跟1000架的战机一起秀出来，这个战力会不会震慑到以色列，甚至是美国呢？今天就这几点，我们会一起的来做解答。赶快来关心的是最新消息，大家还记得吗？这个以色列上周针对了卡达做了肆无忌惮的空袭之后，真的蛮不给美国面子的。第一个，因为卡达是美国在中东最重要的盟友；第二件事情是美军在中东最大的空军枢纽乌代德空军基地就是落在这里。这一场空袭，大家做解读说，你美国第一个，你其实没有去阻拦以色列，那么还让卡达的这一些它的雷达跟武器，美制的武器是完全的失灵哦，所以这让阿拉伯世界现在倒吸一口气，觉得说，我买你的美制武器到底是可不可以信赖呢？我们砸钱所谓的美国的保护伞真的可靠吗？最新消息，我们来看到在15号这一天呢，阿拉伯领袖们他们聚集在卡达，一起召开了这一场峰会，叫做阿拉伯伊斯兰国家领袖峰会。参与国非常的多，包括了伊朗、土耳其、伊拉克、巴勒斯坦等等，都在为卡达来做声援，并且痛批以色列。不过，在这场会议上，最让人震惊的是埃及的总统塞西提出来的这件事情。他说，接下来我们这些国家会以开罗为核心，建立打造一个阿拉伯的北约组织，会做哪一些事情呢？他说，这是史上首次的阿拉伯国家集体的军事同盟的雏形现身。接下来会做的是快速反应部队、联合司令部跟跨国的调度。所以阿拉伯国家现在等于是，可以说彻底的觉醒了吗？他们发现是不是美国真的靠不住吗？那阿拉伯北约就是它是否可能真的走上战场？实际又会如何运作？介大使怎么看？当然了，这个基本上他没有谈到这个像类似北约第5条这样子的一个关键性的军事同盟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要件。也就是说大家成立一个组织啊，那一个国家被攻击就等同于所有国家被攻击，这个是军事同盟最重要的一个关键条款。他如果没有这个的话，那他说我们会这个在这个什么情况下成立快速联合反应部队啊，然后联合司令部啊，跨国调度啊，那这个基本上的话就是看状况了。还太空吗？太空了。太空了，因为最重要就是你一定要有这种条款，叫攻守同盟。军事协定就是要攻守同盟，那最高等级，别人会真正当一回事。那我想，这个埃及他特别提出来，以开罗为中心的这个建立阿拉伯北约。那当然啦，可是你后来看看开罗的军事力量是不是最强？对，那这个阿拉伯国家表面上很团结，可是过去这么多年来也可以说一事无成。对，为什么一事无成呢？它还是各自的本位主义蛮强的。那它这里面也有几个大的山头，那你开罗变为中心，那你现在最大的问题就变成加萨走廊你救不救？
那加沙走廊跟开罗那一边的这个边界，那个开罗那个埃及是闭得死死的，对，不让一个人过来。对，可见他就是说，他如果不能说以集体的利益为利益，而是以单一各国的自己国家利益为利益的话，那就很难作为这个要别人以他为中心。所以我不是说唱衰他啦，不过我觉得这一次的这个卡达被打，又再一度的刺激这个阿拉伯国家会觉得。我们这么有深厚的文化，我们有这么多共同点，我们这么多国家，要钱有钱，要人有人，对不对？要枪有枪，要炮有炮，为什么被人家欺负成这个样子？这是他们面临刺激啊，又一次的聚在一起反省啊。那过去也有过，因为阿拉伯国家在2次大战以后是被修理的最厉害的国家。他们被这个埃及一开始以色列国家成立的，不管7日战争什么战争，都是埃及首当派兵出来打，结果都打败了。那你再接下来，你看美国用兵的，伊拉克2次用兵，对，然后现在又在这个以色列让以色列修理两个礼拜连打7国，然后呢，现在这个又打了这个他们的美国的好朋友卡达，所以他们这是被修理的太厉害了。所以今天真的是不开这天会的话，真的阿拉伯国家也被人家看衰小了，真的是有点这样感觉。那不过我觉得他的这个要成立一个北约啊，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啊，就变成说他的武器系统不独立，他的武器系统不是俄制的，就是美制的啊，少部分还有中国大陆制。这你要成为一个军事同盟啊，这是你先天性的弱点。那再接下来就变成说，你里面没有超强国。哎，你当时冷战的时候，一个是什么？一个苏联核子武器大国，一个是美国核子武器大国。他站出来的话，一国可以抵10国、20国，那样子的军事同盟才是真正为这个可以行为。当然埃及有这个概念了，他说以开罗为中心，开罗说实话以军事力量你觉得它可靠吗？如果美国要修理你的话，你敢再到开罗这边吗？所以我觉得他们是一个很好的开头啦。可是对于未来的发展跟它的最后达到的这个实力，我还是觉得蛮保留的。好，至少这个阿拉伯国家现在终于觉醒了，他们说我们真的不能再被欺负了。所以这个阿拉伯北约这个武器系统不独立，但是他们的战力整体到底如何？等一下我们会请干哥来做一个比较深入的分析。我们有列出来这些阿拉伯北约他们各个国家之间不一样的战力。那另外来看到的是，这些年其实美国跟以色列他们在中东国家也算积极，他们有去布局这个中东版的北约来对抗伊朗，还拉着阿联酋跟巴林来签署亚伯拉罕协议。但是我们看到在这一场会议昨天进行的这一场阿拉伯伊斯兰峰会之后，中东北约现在诞生了，而且还把伊朗给拉进来了。也就是说，美以一直在打造的反伊联盟，现在变成什么？反以联盟。接下来如何撼动美国跟以色列在中东的局势？话语权越来越小吗？上次哥怎么看？我个人倒是觉得现在这个所谓的阿拉伯北约是很微妙、很戏剧性的因为它有很多历史的牵引。不过我们讲历史，首先现在看最近我想真的是这个以色列打卡达或所谓打卡达尔这件事情实在是太严重了。严重到不只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部分，就是卡达或很生气，对美国、对以色列很生气不止，而是原先是伊朗在穿梭，因为以伊在互相打来打去的时候，其实阿拉伯国家还在做壁上观，但一打卡达尔之后，所有阿拉伯国家变成多元的、快速的互相联系，所以产生了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所谓的阿拉伯北。我们要讲这个都很有意思为什么会特别提到这个亚伯拉罕协议？因为亚伯拉罕协议是在2020年的9月15号签的。所以呢，他们召开这次会议是在2025年的9月15号，所以这日期可是特别选的耶。而且为什么是埃及在牵头这件事情？要知道，过去以色列落足在整个中东地区的时候，跟旁边阿拉伯国家那时候是很强悍的，是靠美国势力在罩住的。所以当时一开始，所有大家都抵制以色列。当年在1978年，各位，1978年，所有阿拉伯国家第一个跟以色列签以埃和平协议的就是埃及，然后之后在埃及然后之后再来是约旦，美国继续牵线，直到刚刚讲2020年这么远呢，拖了20几年后才跟
波斯湾当中第一个阿拉伯国家就是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签了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亚伯拉罕协议，9月15号。所以呢，我们刚过去的这次的这个阿拉伯大集结，某方面是个历史的反思，大家聚集起来，集体拉黑以色列，而这个当中是当时埃及最早签的，不是吗？大家是跟你埃及一起，最后陆续跟以色列签约啊，因为后来包括巴林啊、约旦啊、摩洛哥都签了，所以现在是大家整个是集体拉黑，特别选在这个日子，特别剧烈的大集结。我想我们要特别注意哈，都知道现在全世界在所谓的多边主义、去美国中心化的这个主义，但是这个政治的流动通常影响最大的不是外交啊、经贸，而是军事。你一旦打仗的时候，过去很多东西，从我的角度来看，过去签了那么重要的亚巴罗罕的协议，波斯湾，大家后面签了一大堆，以及早在1979年那么早的埃及最早跟以色列的第一个，以跟阿拉伯国家的合约，全部作废了。而且现在所有大家集结起来，一定要 do something。所以我认为现在在整个后面的影响性不能小看。因为他们特别挑这个时间，因为阿拉伯人就记恨宗教民族的情怀，对于过去的一切觉得都被美国骗了，而现在他们要重新用阿拉伯力量，而且未来会不会跟中国的力量挂钩，很可以期待。好，阿拉伯现在正式的觉醒哦，直接把这个美国直接把以色列整个拉黑，接下来会不会跟中国大陆合作？我们先也来看看这一些阿拉伯国家，所谓阿拉伯北约，如果真的成军的话，到底战力如何？以色列要不要担心？美国要不要担心？先来看到刚刚讲的阿拉伯北约会以埃及为主体哦，那埃及现在其实在全球火力的排名，带观众朋友来看一下哦，是在第19名哦。那它拥有的陆军43万，空军有1000多架的战机，不太差。再来看到沙烏地阿拉伯陆军22万，空军700多架的战机，现在排名第24。紧接着是伊拉克，在排名第43。那么约旦则是巴基斯坦，则是分别排名在第88，巴基斯坦比较前面，是排名在第12。大家会好奇说，那这样子的组合起来，大概的战力如何？这样统计起来，大概他们就会有数千架的这个大军的战机，再加上1000万的大军，再搭配重点是巴基斯坦它所拥有的核武库存哦。那目前呢，以色列的世界排名大概是落在第15名，他们的陆军有12万，后备兵力40万，空军300多架。卡达比较后面，大概是50名之后。阿拉伯国家如果真的军力整合起来，能够嚇阻以色列的恣意妄为吗？中东秩序是否在这一次的这个阿拉伯北约之后重新改写？干哥怎么看？我完全同意大使的看法，因为我很悲观。为什么？这所谓的阿拉伯啊，然后伊斯兰高峰会那只有形式。为什么？因为来看4次中东战争，也就是以阿战争的历史，阿拉伯联盟没有一次打赢过。到了1974年最后一次，埃及打完了之后，两边互有胜负，他跟以色列说：“以后我们不要再打了。”1978年就跟刚才上次讲的，签订了第一次的，那时候是谁促成的协议呢？美国总统卡特大家还记得卡特总统活到100岁，那个时候签下来之后，埃及以后就说：“我不再跟以色列打了，反正我打不赢，要打你们自己去打。”来看这个图表上面，埃及是第1名，为什么？埃及真正能够打仗。他4次都是他带头打，带着头去跟以色列拼了，但没有一次打赢。这有时候我们也不能够说，难道是阿拉伯部队比较差吗？对，他的数值就是比较差。再看第2个，沙烏地阿拉伯陆军号称22万，空军700架战机。沙烏地阿拉伯在历史上从来没有打过仗，他的陆军不能战，所以他需要美国的保护伞。他买了1000辆 M1 坦克。不知道放在沙漠里面干什么用的，我真的不知道。沙烏地阿拉伯的王宫有200座，但是他的人民到现在没有任何的自由。沙烏地阿拉伯是一个完全闭锁的国家，伊拉克刚刚被美国修理完，约旦从头到尾不敢跟以色列打，他距离以色列最近。再来巴基斯坦，巴基斯坦算阿拉伯世界里面强的国家，可是他距离以色列太远了。他今天会派人来，是因为我给你伊斯兰国家一个面子。所以大家看完我刚才的分析分别占了19名、24名、43名，这些名次毫无意义。为什么？
他们在联合作战的时候，一定是各自为政。以色列在1967年的6日战争的时候，他是左右开弓，他北边要打叙利亚，南边要打埃及，怎么办呢？怎么办？就是像我们常常看到的，我今天很直率的把这些战史说出来的原因是，大家要汲取历史上的教训，不是说我看衰阿拉伯国家，而是他们真正要得到什么？要得到统一的事权。埃及总统塞西讲那个话，他自己脸都不会红。为什么？他早就已经脱离阿拉伯世界的领导人很久了。然后沙烏地阿拉伯是最大的阿拉伯国家，他没有办法来取代这个位置，所以阿拉伯世界始终是一盘散沙。到现在还是一盘散沙。谁要出来讲话？伊朗。可是伊朗却是所有阿拉伯国家里面的少数派。叫做什叶派，所以不可能让你出现，不可能让你出头，所以你说这个峰会有什么用呢？军武的飞机跟战车、大炮的数据加起来非常傲人，这个阿拉伯北约好像很厉害，但是什么时候才能够真正成型呢？你要向科学看齐，你要尊重科学，你要尊重什么？你要尊重真正的军事武器战略科学，你才会真正脱胎换骨。这是我给阿拉伯世界的忠告。一场400架的歼10C 真的要来伊朗了吗？今天我们会就军工体系来特别做关注，中国大陆的整个体系化的军武是否进驻到伊朗来对抗以色列跟美国，会因此而头大吗？今天会一起就军武面来全面关注。先来看到这个以伊之间的冲突，在打完了12日战争之后，我们看到的结果就是伊朗确实它有突穿到以色列，包括它的3层防空网，陆战的火力现在看似赢了，不过空中战场伊朗所有的缺点被暴露出来，一览无遗。这一场战火才刚结束，结果我们就看到伊朗的国防部长是立刻飞往了北京。我们先来看到，首先呢，他先去中国大陆参加他的上合会。当时我们有聊到说，他去视察了大陆的歼10C 跟052D 驱逐舰等等。不过现在呢，有一个最新消息，伊朗现在急于要补强他的空军的机队，所以恐怕需求量达到了400架，他希望能够跟中国大陆来买。那么现在呢，还针对了这个先进的预警系统等等，都跟高层正式的展开了对谈。不只是战机，刚刚提到的预警机，还有防空导弹、雷达，希望都全套搬走，一口气把中国整个军工体系化全部搬进到中东地区。接下来对美国、对以色列的威胁到底有多大呢？我们先来盘点到目前伊朗所有的战力，有150架都是可以用的战机。那么，但是呢，问题就是说，因为大部分都还是70年代购入的这些美制的老旧机型，比如说我们这边画面中看到的 F4啊、F5、F14等等，那其余都是1980年代末期获得的武器哦，状况是真的表现不好，不是以军的对手。如果这一次伊朗成功买到了来自于中国的歼10C，再加上红旗9现在传出也要买，还有红旗19，还有空中预警机，一口气全套系统都拿下的话，对于接下来中东战局会有什么样子的影响呢？会完全不一样吗？委员怎么看？对伊朗来讲，这是一条漫长的道路。伊朗可以很清楚看出来，它没有空中的防守武力，它连地面上的防空武力也都是非常的脆弱，所以没有防空，它只要想发展说，我有攻击的导弹，攻击的导弹数量不可能太多啊！你看看打以色列，虽然以色列看起来被打了有点皮肉之伤，但是对以色列的国家力量没有任何损失。而所谓的核弹可以做最后一击，但是万一如果击不成呢？导弹不是要配合核弹，核弹没有任何载台，核弹也没什么太大意义啊。所以伊朗一直在发展攻击性的武器，但是防守性的武器完全没有。这一次刚好暴露出来，它的最大弱点就在这里。你看以色列有攻击的武器，但是它的防守力量有，但不够。但是以色列并没有攻击的导弹，只有攻击的战斗机群。相对的，以色列未来也可能会发展攻击的导弹，那这样伊朗不是更吃亏了吗？伊朗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就是要买一大堆战斗机跟一大堆防空导弹系统。
可是跟谁买？俄罗斯现在已经忙不过来了，而且俄罗斯的武器相对的比较贵，所以唯一的选项，当然在印巴战争中表现出色的中国武器系统，不管是歼10C，不管是红旗9号防空导弹，不管是空中预警机等等，以及霹雳15等等防空导弹，有防空的时候才能够阻止以色列的军机的攻击，而不至于完全溃败。那面对这些问题呢，伊朗的国防部长当然会先讨论，可是接下来问题就开始了。伊朗的国防部长有没有权利谈军购？没有，因为他不是革命卫队。现在整个伊朗的国防经费在国防部里面少到可怜，所有的装备军备几乎都在革命卫队。那革命卫队拿去做导弹、做无人机、做核弹，但是这个对伊朗的防空力量是没有帮助的。而更糟糕的政治上的原因，伊朗这些神权政治、这些教士集团，他不相信国防军，不相信他们的空军、陆军跟海军，所以多年以来都一直要把它限缩在一个很衰弱的状况。因为这些国防军的军官都是西式的军官学校毕业的，而他们革命卫队就是那种伊斯兰教的团体里面训练出来的，所以两方面的不信赖就差很多。所以我不认为这个国防部长谈一谈会有什么重要的结果。想买，剩下的问题是没有钱。伊朗我刚才讲过，钱都被这个革命卫队吸走了。革命卫队控制了伊朗经济超过40%，与其说是一个军队，不如说秘密警察，再加上什么？再加上财团，都是他在玩。那搞得伊朗啊，这个国穷啊，这个民疲。什么叫国穷民疲啦？你只要看一件事情，伊朗在2012年的时候 ，GDP 总额是6000亿美金，到了去年多少？4000亿美金。在中东国家是唯一一个国家，经过这10几年来，竟然 GDP 衰退了超过30%的，就是伊朗。那有人把它归罪于说，哎呀，是这个这个美国这个制裁。可是从1979年美国制裁到现在啊，为什么1979年到2012年，伊朗的经济虽然起起伏伏，但大部分成长的。1979年伊朗的 GDP 才90亿美元呢，2012年6000亿美元了，就到了去年正好4000亿。为什么？贪污，贪污几乎是伊朗最大的问题。那再加上革命卫队胡搞瞎搞，教士集团分赃不均。我们到底想说，宗教人士应该很高尚、很清高，那不必去累积太多财富。可是伊朗的教士集团竟然分成5大家族，专门整天在捞伊朗的好处，包括走私石油啦等等，然后这个中间抽佣啦，公共工程无所不来啊。这样的一个国家，它根本就没有钱去发展这种比较昂贵的空中武力，因为搞空中武力绝对是比导弹来的贵。那你没有空中武力，你什么事情都不能做。那伊朗能不能从这边悔改回来呢？基于我讲的经济衰退啊，政治把持啊，再加上2个国防武力互相的斗争，一个应该是专业的没钱，一个不专业的很多钱，这个国家能跟中国大陆买到多少的战斗机，是值得存疑的。好，我们现在看到伊朗眼前最需要的2样包括它的这个战斗机，还有防空武器，至今都还是很缺乏。再加上刚刚其实委员帮我们提到伊朗现在内部的问题，不管是这个革命卫队或教士团集团等等，贪污的问题，导致伊朗现在很穷又没有钱。那接下来的话，怎么解读伊朗真的还有可能跟中国大陆买400架的歼10吗？是他们希望可以拿到的。另外就是说，那除了歼10之外，在没有钱的状况下，哪一些装备还是有可能成交吗？将军怎么看？你看伊朗这些飞机真的是 F4，我们台湾称之为U04战机了那大陆那边称它叫鬼怪式 F5，还有 F14这大概什么年代？是我国中那个年代的飞机，那个时候是70年代的战机然后包括米格29也是很老旧的飞机。我真的很怀疑这些飞机可以飞得起来，我不认为这些飞机飞得起来。就算能够飞起来，也只是被人家当靶机还抬举他们，可以说是根本就是当风筝在打一点战力都没有。所以伊朗经过这次这个跟以色列的空战，他大概也感觉到自己制空能力是完全等于是0。
当你制空完全没有能力来讲的话，你地面所有设施部队几乎全部是在裸奔的状态之下，敌人看得你一清二楚。那当然，这个伊朗这次跟这个以色列作战完之后，就传出有传言说是他们要跟中国买歼10的战机，但那时候大家上个礼拜大家还在讨论，但是昨天突然包括伊朗的媒体还有俄罗斯的这2个媒体都报道这则新闻。那目前来讲，知道说是他们想要买400架哈，可是我觉得说不太可能。第一个，你怎么付款？其实就像是我们这边所写的，2015年的时候，伊朗就想要跟中国买，那他因为他被这个经济制裁，他没有外汇去买。他说我用石油跟你交换，用油气跟你交换，那中国不同意这种付款方式。为什么不同意这种方式呢？因为会被其他国际社会认为说你中国在军援伊朗哈，那时候伊朗又被被这个美国这些经济制裁。那如果说是中国以物易物的方式，会让美国或者是这些国家，然后认为说你中国在军援伊朗。那中国当然不愿意为了你伊朗来讲的话，那时候要跟美国还有很多经贸的问题，还有很多问题要谈。那不会说是为了这个得罪美国或得罪以色列，因为跟美国还有更多的生意要做。那这是很明显的，伊朗来讲，他要买400架的这种歼10，但是我认为中国会卖给他的几率也不高。为什么？第一个，其实你空军来讲，空防战力不是靠战机的数量就可以达成。我们从这个印巴空战就可以看得出来，所以空战必须是整体系的作战，包括地面的雷达，包括空中的预警机哈，包括到这个战机自己本身的雷达系统，还有指引系统，还有你的飞弹系统是整体一致的。这是第一个。这第二个来讲的话，人员训练是非常重要的。这是你能够说印度空军那个阵风战机不行吗？其实我不认为它战机不好，它毕竟是4代半战机哦，一架这个将近快要2亿美金的这种价位来讲，绝对是不会很差。但是只能说是印度的空军自己素质很差。那如果说是同样的事情，现在歼10战机卖给你伊朗，你伊朗还没有完成训练，或者你空军的素质都不高的话，如果再一次你面对的是以色列，那以色列可不是这个跟这个印度一样，那就差很多了。那如果说歼10被打掉很多架的话，那陈飞以后还要不要再卖歼10战机？就像现在来讲的话，达索公司它就面临很大一个压力啊，大家就瞧不起你标风战机啊，会不会同样面临这个情形？这中国第一个要考虑的就是你飞行员素质够不够？不够的话，我将飞机卖给你，反而砸了我招牌。第二个来讲的话，我认为说是这个建立一个空军哦，不是你讲话，你说你东西买到你就有空军有战力。我们经常军人都知道一件事情，陆军大概建立一个陆军的战力，我们这个比喻讲，陆军是1年，空军要10年，海军是100年。所以你就知道这建军的期程不是这么简单哦。这个陆军可能比较简单，空军你最少要10年以上的时间，包括人员的训练，包括战力的整合，包括装备的购买，大概最少要10年。那海军更久了哈，海军那个舰艇的建造，还有陆空这个海空联合作战等等，那是相当复杂的，不是说你东西买到你就有这个战力。我们这个甲午战争这边北洋军队来讲，一开战就被全部击沉，就是你没有经过训练嘛。所以我认为说，中国在这个节骨眼上面不太可能会卖这个400架。我觉得伊朗自己本身去买一些防空导弹或者是预警雷达可能还比较务实一点。那买战机，那慢慢来吧，这个东西从训练开始培养起。是，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当时中国大陆在2015年的时候，曾经有在讨论说是不是卖这个歼10C 给伊朗，当时是150架，基于政治的因素，中国不想要冒着可能军援伊朗的这个风险，所以没有卖。那这一次可能又因为中国考虑到整个伊朗的空军素质都还没有建起来，飞行员素质低落等等，也不太可能会卖这个军援武器歼10给伊朗。那同样的问题，杨老师又怎么看？有可能卖得成吗？这个交易？歼10C，歼10C，我觉得前面2位都讲得非常的重点。第一个，你自己内部要有一个整顿，国家的方向要出来，经济的基础才能够建立，你才能够足够的资源去建立你的军队。军队的建立并不是政治斗争的这个工具但是显然现在伊朗看起来是如此。他现在在总统跟这个哈梅尼之间形成就是在这个美国轰炸核设施之后，2个尖锐对立的这个集团。那哈梅尼现在我感觉是占上风毕竟在这个过程当中，强硬派的声音
比较受到人民的支持。那另外一方面呢，你整个建军这个建立一个飞行部队或者是一个歼十七，不管是你几十架，哪是么容易的事情？你想想看，乌克兰的 F-16打了现在俄乌战争多少年了，他已经本来有怎么样好的基础，然后呢 F-16给他训练，现在这个礼拜我们看到他掉下来第3架，所以他其实做这些东西并不务实。那同时另外一个角度，那中国会卖给他吗？那等于是在做一个代理战争。如果真的这么做的话，那就必须要全力的下去帮助伊朗建立他的这个空军，就像对巴铁一样，而且不只有歼十七啊，是其他所有的防空预警机这些都要帮他建立起来。那这个不只是在赚钱、赚军火钱，也不只是在帮助一个区域的强权成为你的代理人，这个基本上是要跟美国对干。对。就像是你在帮助巴铁，其实是在跟印度特别在边境以及双方的这个问题上，你选择了一个立场。那跟印度的这种就是选择立场，这个很清楚，因为中印之间过去一直到现在为止有边境冲突。但跟美国呢，这个完全另外一个层次的问题。所以我觉得不只是伊朗自己内部，我觉得中国自己本身也会做这个政策的选择。这并不是在菜市场买东西，你有钱掏钱我就卖给你。如果我们把军火的交易想象为这么简单的话，那就过于把它单纯化了。